记录把玩时光，我是 Hunter， 欢迎到最新一期云战锤。今天在镜头面前和大家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就是眼前的这款来自暗源战锤 40K Death Guard 死亡守卫瘟疫战士冠军。这款暗源新出的产品呢，目前把玩体验来说的话，相比起之前的终结者单位或者说是原体单位来说，更加的小巧精致一些。作为这个冠军，在团队里面，一边是手握着这个特殊武器，然后另外一边是动力拳异化成的动力拳爪。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造型还是非常不错。那么先看一下这次的包装盒部分。包装盒部分摆的是持枪的站立姿势，背后的披风以及异化的铠甲。包括不对称的肩甲，都是纳购单位非常经典的这种设计语言。然后看到背面，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配件量，可以说是一览无余啊。原片地台我就没有拿出来了。然后这边呢是一个相当于能量枪。然后手型方面的话呢是实心手、握持手，还有这个持枪手型。背包非常有特色，待会我们一起来看特写。面雕的部分呢，其实是我这次还算比较满意的地方，但是依旧是有槽点。那么话不多说，直接来看细节。好，首先惯例的我们把这个盒子拿到下面去，360度的在镜头面前旋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这款玩具整体的质感。首先有一说一我是觉得在披风这个破旧的这个质感以及纹理质感上面，暗源这款玩具呢是有所提升的。包括呢在这个披风凸起处的这个高光处理也做了这个涂装。相比起同样比例的，然后其他军团的这个产品，比如说白八来说的话，我是觉得在这个死亡守卫上面 Death Guard 上面，暗源倾注了更多的心思至少无论是细节还是在涂装上面都是非常优秀的。然后拉近镜头，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这个头雕。首先呢，头雕方面呢还是一个头顶尖尖的造型，不对称的设计，然后呼吸管是一直拉到了肚子这边。金属就是机械还有生物化的这种管道，像一个肠子一样，然后连接着口气，然后一直延伸到腹部的这样一个开口，这个开口也是异化了。肚子呢从传统的马克3型动力甲的这个板甲，然后变成了一个大卫带的这个护板，然后护板的另外一侧除了脓疮之外，还长出了这种异化的巨嘴。另外一边呢，则是类似于海洋生物的触手，只伸出了一小点。我不记得棋子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确实很多纳购的单位呢，既有这种骨质化的，然后也有血肉化的这种变异，还有类似于海洋生物的变异这款呢则都是有。但是看到呢下面这个恶魔的单眼独眼恶魔，像这个独眼巨人的这个独角恶魔的这个脸，以及它伸出来长舌头之后呢，又不禁的让人想到这个到底是触手还是舌头了。然后裙带部分呢是有这种铁牌，然后铃铛，那毕竟是纳购花园嘛，然后这边还有一些驱虫的这个细节。下面破损的部分呢是双层结构，下面还有这个链甲的部分，也是比较细的这种刻画。身上的这种字洗呢不能算是特别的脏特别的旧，但是整体的观感呢我觉得算是一脉相承的，算是就是至少是跟终结者那一批或者说凋零霸主那一批是同样的水平。然后看到呢异化的这个脚掌部分呢也变成了类似于偶蹄类的蹄子的形状，而且脚尖也有可动的设计。然后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次背面背面这个背包呢，其实这个长角的恶魔的脸型跟这边的这个恶魔是长得差不多的，都是一个独眼，然后眼神以及表情都是比较亵渎的这个造型它基本上就是包覆着这个动力背包然后长出来的这种感觉。而且这个动力背包呢，一看它升起来不是升起来，就是它堕落之前应该也算是一个高阶 HQ 的单位然后左右两侧的这个肩甲，一边呢是3个圈的这个经典纳购文章，然后另外一侧则是这个大苍鹰的这个图标。动力拳的管道呢，则是延伸至这个手臂的内侧，然后这个手掌中心部分呢，还有这个铁球的这个设计。我个人比较不满意的地方呢，可能就是这个自洗或者说渗线，它没有把这个眼圈的这个部分就是这个鸟补仪
还有这个上面的细节分色给做出来。那毕竟官图是有的，然后这个地方是有所缩水，不过问题不大，我们自己去调整一下，自洗一下就 OK 了。身上破损的这个地方边缘呢，也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干扫，里面的管线啊，还有这个机械内构，以及侧面既像是脓疮，又像是这个金属变异的这种造型，个人觉得这个不对称造型，可以说是细节拉满了。然后我们把它的这个手型拔下来，这次的替换手型呢还是比较丝滑的，也可能是现在温度变高了，整体的这个替换比较简单，不会像以前插拔麻烦的那种感觉。我还记得依稀记得 1.0 时期就是2021年年初的时候，就是第一套这个安源的玩具问世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换手型还要换头雕，那简直是灾难。那现在呢，确实是要好很多，毕竟厂家都卷，对吧？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次的能量枪，它做出了一些这个能量聚集的效果，但是涂装的水平嘛，我觉得大概是就是初学者或者说想快速涂兵线的同学随便一涂的这个样子不算是特别精致。可动性方面呢，我们简单来盘一下。头雕呢，因为这个管线原因，左右大概就只有这个水平了，不过我觉得完全够用。抬头低头呢会有一定的回弹，也是因为这个管路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造型呢其实已经完全够用。手臂的方面呢，则是这次可动性限制最大的所在因为这次披风呢是完全粘死在这个肩胛动力肩胛的内侧，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手臂平台虽然说还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水平，比如说这种非常嚣张的姿态是可以做出来的，但很可惜就是有的时候动得太大，它的这个肩胛的球形关节会脱出，那毕竟这个球形关节没有做的特别的深稍微有些可惜。然后这个蝴蝶关节往前解锁的功能也会因为这个披风等这个拉扯，然后导致它的前伸关节能力不足，但是勉强都是够用的。90度的曲肘外摆内收然后还有一些往后延展都是 OK 的。有了大位带的干涉呢，前倾幅度大概是15度，后仰幅度呢则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且从正面看并不会有太多穿帮的这个既视感。整体来说的话呢，这款玩具在可动和造型上面平衡呢还是不错的，因为它毕竟是个大微带而且最终的这个宿命肯定是在柜子里面这么一站一摆成为小队的建制。而且目前来说呢，它算是这个纳购军团里面就是我玩的非常满意的这个就是常规大小的兵线。因为之前常规大小的就非终结者甲非原体的那个兵线，其实也就是长骑者嘛，那个长骑者来说的话呢，实在是太干净了，就不是很好玩。下半身的部分呢，屈膝幅度呢勉强90度吧，然后前踢会受到非常大的这个裙甲干涉，就是这样一个水平。外展我觉得大家也不会把它摆一字马，反正开叉90度差不多了。脚踝刚才有讲过，整体来说10分满分的话呢，我会给这款纳购瘟疫勇士给到一个8.5分的高分。整体来说观感非常不错，而且动力爪我也个人都是比较喜欢的。然后不对称的设计，身上的这个涂装也算在线。美中不足的可能就是眼窝的这个部分，然后可动稍微差一点。整体来说的话，如果喜欢瘟疫战士或者说死亡守卫阵营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冲一波。然后接下来做一下这个身高上的横向对比，你可以看到相比起终结者甲，身高还是高下立判的。但是要是跟30K 就是异化之前的这种马克3型动力甲比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身高还算是比较合适的，没有说膨胀太多，但是明显是从这个马克3型的板甲上面异化而成的。整体来说的话呢，造型方面就是这个样子。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你会入手这款战锤 40K 版本的瘟疫战士冠军吗？下面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分享吧。我是拖延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频道，拜拜。